好，我们再接着上课。你看，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哈，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一般来说呢，在一节课哈，这么多，差不多就画好了3个小时。哎，今天我们越画我也越兴奋啊，画的感觉也挺好，画出来整个来说，我觉得大家看这块山石跟这个树的关系，包括这个过来跟这个关系，是吧？啊，都很好。现在就是想办法干什么？想办法把它们舒展开。我们一直在画画的时候就说哈，我们画画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注意它的这个虚实关系、前后层次。所以我是画画呢，他们好多人就说了，哎，你看这个曾刚画画呀，我们传统的山水啊，都必须要讲究一个墨分五色啊，就是我们在调墨的时候啊，先淡墨啊，最后笔尖加一点点这个浓墨，甚至有时候他们是把笔打扁了，这边加浓墨，这边是淡墨，然后每一笔都要分那个就是说虚实关系、明暗关系，有墨韵变化。这个呢，就是对我的这个彩墨山水来说哈，那我觉得它容易把画面画花，就是画的比较花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种画面的厚重度，我是非常讲究画面的厚重度。我在画的过程中，我通过这些墨色的，就是说它这个同样一种墨色哈，通过它这个重墨或这个就是焦墨和它的这种虚实关系，来解决它的一个层次感啊，来解决它一个明暗的关系，它的这个画出来以后你会觉得，我们到时候你看这一层这个墨色就明显就没有这里这么深，是吧？哎，这里呢要深一点，到这里它又浅一点。我会根据什么呀？就是画面的层次的颜色来调整它啊。完了以后，包括这里还有一棵比较大的树啊，还有一棵比较大的这个松树，就是我说各种元素的加进去，怎么样去衔接，是吧？好，然后树后面再淡的树，再一层层淡的树，这里还有房子啊，这里还有房子，房子后面还有淡的树，那一层一层的推过去，它是讲究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我们不追求一层一实的这个省时，要讲究的就是它一个整体，最后出来以后整体的效果啊，这也是我的这种彩墨山水啊，它的一个就说是艺术的一个体系吧啊。如果是每一个都要把它分得很清晰，这就不是我的彩墨山水了哈。你看，我们现在把这里画了以后，我刚刚说了，这个地方还需要画一棵树，但是我是在考虑，开始说是在休息，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树是不是要画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一棵大树，这里再画一棵，它们两个会重在一起啊。我在考虑是画到这里呢，还是画到哪里？因为现在要是画到这里呢，它就是1层、2层、3层，它就不能把它画得太大。我们在画的过程中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哈但是呢，我考虑一下吧，现在暂时不管它，搁置争议，先画这边啊。我们先调点墨色。这个时候要用焦墨，焦墨可以适当，没有这个朱标我来得及了，就差不多一点就可以了，就加点颜色就是了。好，你看这个墨色就非常的深，这里也是一个让它舒展的一个地方哈，会在这个会在这里
加这么一棵树。壁上那个比较多的墨色，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有时候该放的地方去。我现在手指头啊，在比划，就是我这个主干到底是这么下来呢，还是这么上去？先画一笔吧，这个不敢，画到这个程度以后就不敢乱去画了。要是一张这个白纸无所谓了，画完了画坏就画坏，反正也无所谓，是吧？但是一画到这个程度，就已经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在画的时候，如果时枪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画着画着，哎，突然觉得这个地方要怎么样，那个地方要怎么样，是吧？然后会想半天。但是上课啊，所以说如果上课，要么就有可能会出现精品，要么呢就有可能画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去多想。那你这个时候像我现在这个时候，它不容你多想，你就得尽快的下笔，因为下面这么多人在下面看着，特别是我们这个效果其实跟面授班是一样的，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但是确确实实你们下面至少有100人吧，至少有100多人在下面看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容不得我去多想啊。好，你看，先画了一个主干，在主干上面再画了很多的这些根。因为这个树啊，它不是垂直的长上去的，它是斜着在悬崖边上斜着长上去的啊。所以说呢，我这个根系啊，把它画的就多一点。你只有把这个根啊扎得非常的牢、非常的多，它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不至于这个树很重的啊，不至于啪神不起了掉下来，是吧？好，你看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这边先画一个，像这些树枝，让它穿得很漂亮，是吧？穿得很漂亮。
怎么样让它下去，或者让它不下去？这里再穿一只。这个画的时候，我开始一直是想从这里穿，从这里穿的话，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里出了一只了，再出一只的话，它就会感觉到自己这是一个，它们分成一个三角形一样的啊，就跟那个这样就不好看。一直在想，哎，我现在从这下面下来以后，大家看它是这么过来以后，从这下面下来的，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么来了以后，这个树像这个树其实就像我们盆景的造型一样的它是要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们可以去看盆景展它可以学到很多这种奇形怪状的一些树的一些这个画法。我经常去看了以后，我要把它照下来。它虽然是盆景，但是你如果把它不当盆景看，你把它当成一棵非常大的树来看的话，这就可以了，是吧？这里也是调整树枝，就是调整树形。我们把这个树枝调整一下，因为我一直想掉这么一枝下来因为这个下面掉一枝下来一会儿这下面做文章的时候好做做文章好做，所以说我就一直想怎么样去那个，开始想了半天没想到，后来不管怎么说，先把它那个画了再说。这个树太漂亮了漂亮就好。咱们照张相吧。好，既然这么漂亮，给大家照个相因为一旦把它这个一旦点了以后基本上好多树枝就看不到了。
像这种悬崖边上，最好就有这么一棵这种倒挂松啊，倒挂松的感觉。你们也去看，在太行山也好，在什么地方啊，这种大山上，它这种悬崖边上啊，很多都是这种，好像就这种地方容易长倒挂松。它因为什么样呢？它有空间往下去延伸，是吧？你要平常在平地上的话，它延伸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陆地上它就已经长实了，你不可能再倒下去了。只有在悬崖边上才有这种形式。好，树枝有多深，我们这个树叶就点多深，这个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哈。通过这个树叶也可以去调整树的形状啊。当然，这个你看，我觉得为了避免到时候就形成一个这么一条线，你会就有意识把这个把它画出来一点，它基本上是这个垂直的。像这么大的画，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啊，就说该用胶墨的地方就一定要用很深的墨啊，要用很深的墨，这样子画完了以后，才不至于整个画面显得很灰啊。这个树太哇塞了。我是很喜欢在上课的时候有创作的这种欲望。这个虽然我也知道这个是有风险，为什么呢？我要临摹我画册上的画呀，那就很简单，几乎能够8、9不离10的把它临摹下来，而且甚至会画得更好，没有风险，是吧？因为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在那里放着的。但是呢，它就没有那种激情了，创作的激情没有了。像这种呢，就是属于是怎么呢？基本上呢，我也有这个信心哈。这个画画呀，那是毕竟呢是这么多年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主要是我上课本身，我上课就属于是那种啊，一上课就有激情的啊，一上课就有激情，也有这么几十年的这个功力作为保证，所以说。虽然有压力，虽然也有风险，但是几乎没有出过错，除非是遇到什么样呢？遇到突然这堂课纸出问题了，这个情况是有的。你看我上次我就说了，我用了很好的纸，这个到了四川，我在峨眉山上办了一期，因为要出这个画册啊，画名山的画册，峨眉山，我们在峨眉山办了一期班。我平常画的非常好的画，这个宣纸，哎，这个到了这个潮湿的地方啊，他就跟我跑得一塌糊涂。你让我有什么办法？这个纸的问题啊，它如果是
他给你出问题，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最后都还是像石德宏老师啊，他就出个主意，他说边画边吹吧，弄得大家非常狼狈，画几笔这个轰云啊，就得给它吹干。所以说我是非常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纸的问题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纸不重要的话，你再高的水平，最后一轰云，除非你不轰云，最后一轰云都让你不哇塞啊！哎，相对而言，我们这个特制书画纸的话，那我是上课是很有信心的。你看我们前面画了这么多的画让我真的是很有信心。不管是什么轰云啊、效果啊，都是非常好。像这种画，我绝对有信心把它画的是非常到位，非常好的。所以说这学期我们的学员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幸运哈。正好我是去年年底推出的这个纸啊，你们正好用这个纸给大家上课。太幸运了，应该说，不光这个纸，大家这一期才拥有的专用墨水、墨汁、颜料，这都是最新推的。是的，这真的是我们这期这个班是最幸运的，以前都没有的。而且因为这个好多的话问我墨汁颜料为什么没到抖店里面去啊？因为数量不多，没有订太多。老师其实这一批就是给这个学员准备的，然后就也没有准备太多，所以在抖店里面都没有。墨汁颜料的话，只是大家都是到我这里直接购买的。来，大家看，这么一棵松树画好以后，像这些下面这些啊，一定要透气。一定要非常透气，哎，点出来，它这个是不是很挺拔？到时候后面还有一些淡的呀，这些是后画的，因为这段画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很复杂，我们要认真的把它画好，争取画一张精品出来。